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里最危险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不是完全看不见路，而是你自以为看得很清楚。你以为自己懂了，你以为自己掌握了，你以为眼前这团光就是答案，所以你追过去，靠过去，投入进去，结果最后才发现，那不一定是照亮你的光，也可能是灼伤你的火。易经第30卦离卦讲的正是这件事，它不是单纯在说光明，不是在歌颂聪明，也不是鼓励人只要发亮就好。离卦真正要谈的是人在有了光，有了知识，有了判断，有了热情之后，该怎么不被自己的光反过来吞没。离卦的卦辞说得很直接，离，利贞，亨，触聘牛，吉。很多人一看到离，直觉就想到火，想到太阳，想到文明，想到明亮，于是很容易把这一卦理解成成功、显赫、智慧、发光发热。但易经从来没有这么表面。离虽然有明的意思，却也有附着、依附的意思。火不能独立存在，火一定要有所附著，附著于木，附著于油，附著于油，附著于灯芯，才能燃烧。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把人生最深的一个现实讲出来了。你以为自己很独立，其实每个人的光都不是凭空来的。你的才华要依附于纪律，你的名声要依附于品德，你的事业要依附于能力与人心，你的感情要依附于信任，你的理想要依附于现实基础。没有承载的光，最后只会像野火一样，烧得猛烈，也灭得更快。所以卦辞才说利贞，意思不是只要聪明就能通，不是只要亮就能亨通，而是你必须守正。光如果不正，就会变成炫耀；聪明如果不正，就会变成算计；热情如果不正，就会变成造境；理想如果不正，就会变成偏执。离卦不是教人去追逐更亮，而是教人在明亮之中保持正。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还特别加了一句触聘牛，吉。聘牛是母牛，温顺柔和，能承载，能持久。很奇怪，一个代表火与光的卦，最后却用母牛来做结，这恰恰是易经最厉害的地方。它在提醒你，真正能让光明长久的，不是更猛烈的火，而是柔顺的德性；不是更会表现，而是更能稳定；不是更快冲出去，而是更能守住根本。这一点放到今天的生活里实在太有感了。很多人都在追求发光，想要被看见，想要有影响力，想要证明自己，想要快速成名，想要在感情里成为对方眼中的唯一，想要在工作里变成最不可取代的人。可是你会发现，越是强烈追求光的人，越容易焦虑，因为光本身就是容易变动的。今天别人称赞你，明天别人忘记你；今天你站在台上，明天别人站得比你更高；今天感情浓烈，明天热度退去；今天你觉得自己方向清楚，明天局势一变，整套逻辑都可能崩掉。离卦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你亮不亮，而是你附着在哪里。你如果附着在虚荣，光越大，空虚越大；你如果附着在情绪，火越旺，烧伤越重；你如果附着在错误的人与错误的事，再明亮的头脑都会变成自我毁灭的工具。象传说得更深，明两作，离，大人以记明照于四方。什么叫明两作？不是只有一个光，而是两个明相继而出。可以理解成日月之明，也可以理解成内在的明与外在的明。真正的大人不是自己亮就好，而是能够记明，让光延续，让光传递，让光照到四方。这句话一下就把离卦从个人的发光提升到文明与责任的层次。很多人想当光，但只想照自己；很多人想要智慧，但只拿来保护自己的利益；很多人有知识，有口才，有能力，却只是用来证明别人错，证明自己对。这不叫记明，只是炫明。真正的记明是你先把自己活明白，再把这份明白变成别人也能受益的秩序、方法、
榜样与温度。这也就是离卦最值得今天的人深思的一个核心主题。在一个人人都急着表达、急着发光、急着站上舞台的时代，我们到底是在照亮世界，还是在放大自己的欲望？你看现在很多人的困境，不是没有资讯，而是资讯太多；不是没有观点，而是每个人都太有观点；不是没有光，而是光太杂、太乱、太刺眼，于是人反而看不清。离卦讲明，不只是叫你点灯，而是叫你辨别什么是真正的明，什么只是刺激眼睛的亮。这一题对现代人太重要了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被各种光拉扯，名利的光、情欲的光、流量的光、情绪的光、成就的光、道德优越感的光，每一种光都在说，来靠近我，你就会更有价值。可是离卦提醒你，火虽然能照亮，也能焚毁。关键不是有没有光，而是你有没有正，有没有德，有没有能承载这份光的内在结构。接着看6个爻，你会发现离卦不是在空谈哲理，而是在一层一层拆解人怎么面对光，怎么处理依附，怎么在文明与欲望之间不走偏。初九说，履错然，静之，无咎。这一句很像人生开启步的状态。错然是脚步交错、忙乱不稳的样子。人在刚接触一件新事物，刚进入一个新局，刚开始拥有某种资源或光芒的时候，最容易心浮气躁。你忽然被看见了，忽然有机会了，忽然恋爱了，忽然赚到钱了，忽然发现自己擅长某个领域了，心里自然会乱，脚步自然会快。初九不是说不能乱，而是说在这个容易慌、容易急、容易兴奋的起点，你要静之。静就是收敛，就是谨慎，就是知道这不是你可以乱来的时候。放在人生里，这一爻其实非常实际。刚升职的人最怕得意忘形，刚恋爱的人最怕把热情误以为是永恒，刚创业的人最怕把一时的好运当成永久的能力，刚学会一点道理的人最怕开始到处指点江山。很多错误都不是出在完全不懂，而是出在刚懂一点点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最容易自我膨胀。离卦第一爻就提醒你，当你开始接近光，开始拥有明，第一件事不是表演自己，而是先守住静。你只要静，哪怕现在步伐有点乱，也还不至于出大错。对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。当命运突然给你一点亮度时，不要急着相信自己已经成熟，先让自己稳住。6.2说，黄鹂元吉。黄在古代是中正之色，这一爻是在讲真正最吉的明，不是刺眼的白，不是燃烧的红，而是居中的黄。这是一种稳定的、温和的、合乎中道的明。你会发现，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是最锋利的，但一定是最稳的。一段真正好的关系不一定每天轰轰烈烈，但一定让你感到安定。一个真正能走长久的事业也不一定天天爆发，但一定能持续供养自己与他人。6.2告诉我们，最好的光不是拿来刺穿别人，而是让人能看见路。这对很多习惯用强烈表现证明自己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有些人很有才华，但总让人有压迫感；有些人很有见解，但说话总带羞辱感；有些人很热情，但情绪像火一样不受控。这些都不是黄鹂。黄鹂是把自己的明调到刚刚好，不过度，不偏激，不为了存在感而燃烧一切。你在职场上有能力当然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让团队因为你的存在而更清楚，而不是更混乱。你在感情里有热情当然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让对方感到被照亮，而不是被灼伤。今天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被注意，却忘了真正高级的明是能让别人安心靠近。9.3说，日昃之离，不鼓否而歌，则大跌之阶凶。太阳偏西了，代表盛极将衰。人在这个位置最能感受到一个残酷现实，
光不会永远停在正午，青春会过，热恋会淡，事业会有高峰低谷，身体会老，运气会转，环境会变。这一爻很妙，它不是单纯感叹衰老，而是在说，当你看见盛景正在过去时，你要怎么面对。如果不能在有限的光里活出节奏与豁达，就会坠入深深的悲叹。这就是不鼓舫而歌，则大跌之阶。意思不是叫你逃避现实，而是叫你学会与无常共处。这一爻放到中年危机、感情软淡、事业瓶颈，几乎是一针见血。很多人的痛不是事情本身变了，而是自己不能接受它变。曾经很受欢迎，现在没有那么被需要了；曾经很恩爱，现在只剩柴米油盐；曾经很有冲劲，现在更多是疲惫。人如果只爱自己发亮的时刻，就一定会恨自己开始西沉的阶段。可离卦在这里的建议很高明，它不是叫你硬撑，也不是叫你自怨自艾，而是叫你在日昃之时仍有节奏，仍能歌，仍能安住于当下。因为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只会在高峰时发光，而是懂得在光开始退的时候，不让内心跟着塌掉。很多人输，不是输在巅峰不够高，而是输在转折时不会活。94说，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慨如。这是整个离卦里最猛烈的一爻。火突然爆起，烧起来，毁掉了，最后被弃置，这就是失控的光。所有突然的热，突然的红，突然的爆发，如果没有根基，往往就是这样的结局。这一爻太像今天的很多现象了，突然爆红的人突然翻车，突然热烈的感情突然决裂，突然赚到的大钱突然又失去，突然义愤填膺的群体情绪，最后一地鸡毛。94在提醒你，所有没有经过酝酿，没有中道节制，只凭冲动点燃的火，最后都可能变成焚如，死如，剔如。这一爻尤其值得用来提醒那些总是被情绪带着跑的人。你有没有看过那种一生都很有爆发力的人，每次都冲得很快，爱得很快，恨得很快，投资很快，翻脸也很快？这种人不是没有光，而是光太爆。问题是，爆发不是本事，能持续才是。今天我们做任何重大决定时，都要特别小心94的陷阱。突然很想离职，先等等；突然很想分手，先冷静；突然很想公开对抗某个人，先想清楚后果；突然觉得自己抓到天命了，先问自己这是不是短暂的情绪高峰。离卦到了94，就是在警告，光一旦失去节制，就不是文明，而是灾难。65说，出涕陀弱，妻皆弱，急。这一爻乍看很怪，怎么哭成这样反而急？其实这正是离卦最深的人性智慧。当人走到高位，拥有了光、责任、位置、影响力之后，最可怕的不是不够强，而是不知道敬畏。65之所以急，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是因为他懂得悲悯，懂得战兢，懂得对自己所承载的光感到沉重。真正有资格照亮别人的人，心里通常都有某种不敢轻慢的恐惧。他知道一个错误决策会影响很多人，他知道自己的情绪会传染团队，他知道自己如果只顾表面光鲜，底下的人就可能承受代价。这种能哭、能忧、能感受到责任重量的人，反而最急。这对今天想当领导者的人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一课。你以为领导就是自信满满，永远正确，永远强势？其实不是。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一定有65这种心，不是天天表演脆弱，而是内心有分寸，有责任感，有对人世苦难的感应力。放到家庭也是一样，一个真正成熟的父母，不是永远说我都是为你好，而是会在教育孩子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，所以不敢乱发泄，不敢乱投射。放到感情也是一样，真正珍惜关系的人，不是嘴巴上说多爱，而是知道爱一个人意味着自己要更谨慎，更有节制。所以65的急不是因为哭，而是因为那份哭背后的自觉与人心。上9说，王用出征，有家者守，
祸匪其丑，无咎。到了最后一爻，离卦不是变得更柔，而是出现了决断。这告诉我们，光明走到最后，不只是温暖与照耀，有时也包含必要的裁断。王用出征不是烂战，而是当邪恶、混乱、顽固的黑暗已经危及秩序时，光明不能只是说理，还必须有能力止乱。折手是斩断问题核心，祸匪其丑是只抓首恶，不扩大伤害。这就是离卦最高层次的明。真正的明，不是妇人之仁，不是什么都原谅，不是每件事都想和稀泥，而是能看准核心，果断处理，又不滥杀无辜。这一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也非常有用。很多人不是不善良，而是没有边界；不是不明白，而是不敢决断。于是明明知道某段关系有毒，却一直拖；明明知道某个合作已经不能再做，却不敢停；明明知道团队里的问题人物在破坏秩序，却总想再等等看。结果就是整体一起烂掉。上九告诉你，真正成熟的光不只是温柔，也有刀口。当事情走到必须处理的阶段，你不能再只靠善意，而要有能力切中病灶，止住更大的灾害。这不是残忍，这是对整体负责。把六爻连起来看，你会发现离卦其实在讲一条非常完整的人生路径。刚接近光的时候要静，处在稳定之明时要中，看见盛衰变化时要通达，面对情绪爆燃时要节制，承担重大责任时要忧惧而有人，遇到必须处理的混乱时要果断而不滥。这整套逻辑最后都回到同一个核心，光不是拿来让你陶醉自己的，而是拿来让你更有责任的活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离卦找出一个最适合深入探讨的人生主题，我会说，就是看见之后如何不迷失。因为人最可怕的不是黑暗，而是半明半暗；不是无知，而是知道一点点就自以为全懂；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有能力却没有德性去承载。离卦就是在处理这种现代人最常见的病。很多人不是笨，他只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；很多人不是坏，他只是被自己的欲望点燃；很多人不是没有善意，他只是没学会怎么让善意变成秩序。你看，光本来应该让人清醒，但如果没有中正，没有柔德，没有敬畏，没有边界，光反而会让人更自恋，更急躁，更执着，更容易伤人。那么离卦到底给我们什么实际建议？第一，当你人生开始发亮的时候，不要先忙着享受光，先问自己，我附着在哪里？你的成就是附着在真本事，还是短期运气？你的关系是附着在真诚，还是激情与投射？你的信念是附着在深思熟虑，还是情绪与立场？这个问题一问，很多虚火就会熄掉。第二，学会让自己的光变成黄鹂，不要总想最耀眼，要追求最稳定，让你说出来的话有温度，做出来的事有分寸，给别人的感受是清楚而不是压迫。第三，接受人生一定有日昃之时，当高峰过去，热情变淡，局势转弱，不要只会悲伤，要学会转调。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在西沉时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命节奏。第四，警惕一切突如其来的火，凡是太快、太猛、太失控的东西，都先保留一点距离。第五，当你承载更多影响力时，不要只练自信，也要练敬畏。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别人，这样你的光才不会变成压力。第六，该断的时候要断。光不是永远温柔，真正的光也有清理黑暗的责任。离卦最终想告诉我们的，也许是一个今天特别需要被重新想起的道理：文明不只是知识，光明不只是曝光，成熟不只是表现。真正的文明是人在有能力之后仍然守正，真正的光明是人在看见之后仍然谦卑，真正的成熟是人在可以燃烧别人的时候选择先约束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离卦明明是火，
最后却要你像聘牛一样。因为最持久的火背后一定有最稳的土，最有力量的名背后一定有最柔的德。如果把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浓缩成一句话，那就是人生最难的不是走出黑暗，而是有了光之后依然不被光吞噬。你现在正处在人生哪一种离的状态？是刚刚发亮，正在高峰，开始西沉，还是被某种火烧得心浮气躁？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人最容易被哪一种光迷惑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言分享，我很想知道你眼中的离卦照见的到底是希望，还是人性最深的危险？